你是住在12楼吧？我上来找你玩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半夜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把我吵醒。当我看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浑身都冒出了冷汗。我跳下床，赤脚冲到了大门口，再三确认已经反锁的大门，忐忑不安地掏出手机回了消息。你是谁？然而，正在我准备伸手去开灯的时候，一条消息再次发了过来。我那天看见你了，见面你不就认识了？你一个人在家吧？看到这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开灯的手直接停在了半空，心里像打鼓似的咚咚直跳，脑子也快速检索着我认识的朋友。没有谁会大晚上这么无聊的跟我开玩笑。我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回复了消息。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？我死死盯着屏幕，在寂静的黑暗里，仿佛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可不可以上来嘛？我就在楼下，冷得很。看到他无赖似的口气，我再次确认了下紧锁的大门，心里的恐惧也消散了不少。厌恶至极的回复，请男人滚哪儿，谢谢。而他接下来的回复还是让我心生胆寒。半夜绝对偷偷进你屋，12楼左边那个门，谢谢。现在可以100%确认我被人恶意盯上了。用不用现在就报警把你带走？当我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，想着他如果再有骚扰的意图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可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再收到任何短信，他应该是听到我要报警后知难而退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这件事依旧让我久久无法入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正在我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动，顿时清醒了过来，真的有人在开我家的门。我浑身颤抖，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劲。为了确认我没有听错，我赶忙打开了门口的可视门铃。只见可视门铃下，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正低头，好像在撬我家的门锁。我脑子闪过各种应对的方法，安全起见，也为了不和他正面冲突，我起身赶忙锁住了卧室的门，身体死死抵在门上，以最快的速度打电话报了警，并且联系了小区的保安。得亏当时住进来前，我特地留了保安的电话，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看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一直微微喘着粗气来平复自己内心的恐惧，仔细地听着门外的动静，祈祷着警察和保安能够尽快到来。突然咔嚓一声，门被打开了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手死死地握住了门把手。你干什么？一道粗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随即便是一阵喧嚣，直到听到外面有人说：李小姐，你出来吧，现在已经安全了。这熟悉的声音正是小区的保安王哥。我悄悄打开一条门缝，看着门外站着几名保安以及被按在墙上的歹徒时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，眼眶突然的湿润了。直到后来警察来了把歹徒抓走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在去楼下扔垃圾的时候被他盯上了，里面快递和外卖盒子上的联系电话和地址暴露了我的信息，这才让他有机可乘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警惕之心，不要觉得无所谓便随手暴露了自己的信息。居然有人要悬赏1000万杀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1小时前，刚下班的我突然接到了同事小美的电话，让我赶紧上网搜索下自己的名字，有人在网上恶搞我。于是我赶忙回家，搜到了这么一篇悬赏贴，有人出1000万要在30日的0点之前杀掉我，甚至还把我的名字、田语以及个人隐私曝光在网上。这难道是哪个无聊的人恶搞我吗？但不管怎样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，我不由得心里生出一阵恶寒，拿出电话赶忙打给了男友。可电话响了很久，一直无人接听。没办法，我又回拨了小美的电话，她也在尽力安慰着我，你别太在意，可能就是谁的恶作剧。虽然我迎合着，但心里总是觉得毛毛的，这万一有人当真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帖子上有我所有的信息，我抱怨着跟小美讲，我男友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短信也不回。听到这，小美还是仗义的说，等他20分钟，他这就来我家陪我。这时候时间已经是11点20，期间我并没有放弃给男友打电话，但是结果还是一样，没人接。在时间到了11点40分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楼下一阵摩托车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拉开窗帘往楼下看去，只见一个男人昂着头朝我这边看来。我被那诡异的眼神惊到，赶忙关掉了所有灯，无助地躲在桌子下面，感觉心脏都快跳出来。突然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小美。我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，赶紧接起了电话。可没想到听到小美颤抖的声音，小雨，我到你家楼下了，但是我看到你家阳台上有一个奇怪的人影，你快下来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一瞬间我感觉头皮发麻，也意识到家里肯定不能待了。我跌跌撞撞跑到了楼下，看到了在楼下等我的小美。来到她车上后，我才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。阳台上真的有人影吗？是呀，还好你下来得快。下一瞬间，小美赶忙启动了车子，但顺着后视镜，我仿佛看到小美诡异的笑了。紧接着画面转到一个男人身上，男人叫高飞，是一个沉迷网游的宅男。晚上正准备倒垃圾的他，在垃圾桶上看到了一张奇怪的纸条，
找到3个道具来救出公主。再看到上面还有地图提示，高飞想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就玩一玩，好奇到底在耍什么花样。高飞顺着地图的指示来到了一个公交车站旁，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钱包，并且里面还有很多玛尼，心想着这下赚了。不过当他拿下钱包后，公交站牌上又发现了一个纸条，恭喜玩家获得了金币，并且继续附带了一个新地图，来到了下一个地址。高飞在公园的椅子上找到了一枚金戒指，纸条上的内容是恭喜玩家获得了魔法戒指。就这样，玩上瘾的高飞又找到了一把勇者之剑，其实就是一根撬棍，但这次地图上居然出现了公主的位置。既然都玩到这里了，那高飞自然不会放弃。顺着地图，他来到了公园的地下通道，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蓝色的袋子，公主就在这里吗？于是高飞右手拿着撬棍打开了袋子，但下一瞬间，高飞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，眼前正是一具女人的尸体。几乎是同时，在通道的另一头走来一个女人，还没等高飞解释，女人大喊杀人了，慌忙的逃跑并拨下了报警电话。高飞看着女人的背影，习惯性的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可结果发现手上都是血，显然是撬棍上的血。想到这里，高飞拿出了钱包，看到里面的证件正是开头和同事走的田雨。故事到此结束。我躲在衣柜里，身体微微颤抖。小姐，您觉得房子还算满意吧？我听见那个男人开口了，相当满意。女人答道，现在房租这么便宜的，真是不多了。毕竟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，不必收那么多。我透过衣柜的缝隙看到了那男人的脸，相貌平平，并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。不过，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焦虑。我听说这附近经常有小偷光顾啊。我心中一惊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该死，这女人说话真是不合时宜啊。这倒是不假，我们这管理的也不好，无业闲散人士也多，没办法呀。男人叹道。男人的声音刚响起，忽然又停住，似乎变得有些不安。小姐，咱们先出去一下。怎么了？女人疑惑地发问。小姐，我们出去说好吗？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，带着一丝颤抖。听见防盗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终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终于走了。短短20分钟，如同世纪般漫长，我的全身上下都已被冷汗浸透。那个男人才是真正的小偷，而我是本应接见那个女人的房东。我有些眩晕，关于那个男人，我早就见过了，是个偷盗的老手。可我没想到他会摸到我家。就在20分钟前，我在卧室里刚要午睡，却隐约听见一些响动。打开门一看，那男人正翻着我家的东西，手上拿着一把尖刀。他没有收获，转身朝我的房间里走来。我险些叫出声，好在他没看见我，我便躲进了衣柜里。他应该观察我很久了，他知道我每天中午都不在家，可我今天却一反常态，这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就在那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那男人的脚步声停了，紧接着便去门口问道，是哪位？啊，我是要租房子的那个呀，昨天咱们还联系了呀。一个年龄不大的女生响起。我没想到那个小偷竟然顺理成章地演了一出戏，真是荒诞可笑。谁让我和那姑娘没见过面呢？我掏出手机打算报警，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男人会不会对女孩不利。可我又想起刚才那诡异的一幕，那个男人完全可以等姑娘走后便将我家里洗劫一空，为何突然就要出去？大街上，李先生，刚才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下子就把我拽出去了？女人不解道。男人还没从惊恐中恢复过来，喘了几口气。你猜我刚才看见了什么？女人仍是不解。那个茶几上有一把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一字一顿地说，声音颤抖。手术刀和铁钳又怎么了呢？那不是你家的吗？不，你难道没听过最近的那些案件吗？近日有4起女性被杀事件，被害人的脖子被割破，随即又被凶手剥下脸皮，手指被铁钳生生扭断。女人想起了这条报道，被害人都是在家中遇害，凶手先是入室潜伏，待时机成熟对被害人施虐。男人皱起眉头，凶器是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忽然想起自己撬开防盗门之前，发现防盗门似乎就有被撬过的痕迹。难道是？我擦了擦汗，打算推开衣柜门走出去，忽然怔住。刚才因为过于紧张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2个人的对话上，却忘记了自己的处境。那时为了躲避小偷，才急忙躲进了这里，并没发现异常。可现在我却有了些感觉，衣柜里并没有多少衣服，空间也较为充足，可我感到很拥挤，就像多了一个人。我屏住呼吸，此时除了我的心跳声以外，
还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微弱呼吸声。我朝右手边望去，黑暗中隐约看见一张脸，仿佛在朝我笑，笑得很诡异。你听过电梯游戏吗？听说这是去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。而我最好的闺蜜小圆，正是因为玩了这个游戏被困在了另一个世界。现在我正准备去救她，我一个人来到了教学楼漆黑的1楼电梯口，按步骤先按了去往4楼的按钮，电梯来到了空荡荡的4楼，很快关上了电梯门。我继续按步骤操作着，就这样电梯到达了10楼，终于接下来要去5楼。我内心不由得紧张起来，心想会进来一个什么样的女人。随着叮的一声，电梯到达了5楼，只见门缓缓打开，等了好久也没见人进来，我下意识就对这个游戏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，心里默念着对小圆的歉意。就这样，电梯门缓缓关上了。可就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刹那，突然一只惨白的手从外面伸了进来，死死抓住电梯门。我顿时被这眼前的一幕吓得双腿发软。随着那手的阻挡，电梯门也缓缓打开，我慌忙把头低了下去，半眯着眼，只见走进来的那女人身穿连衣裙，且有着一双惨白的腿。随即那女人忽然问了句：“你要去哪？”刚准备回话的我突然想起了帖子的内容，千万不要和她说话。我始终保持着沉默，可就这时，她忽然朝我走了过来，渐渐地跟我挨在了一块。好奇的我极度想看下她要干嘛，就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。此时我才看到她的脸庞完全被长发遮住，就像电影里的贞子，搭配昏暗的电梯灯光，那氛围恐怖极了。突然我想到了帖子的内容，就吓得赶紧又闭上眼睛，心想接下来肯定要完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没见那女人攻击我，也没有听见她的声音。就这样，我慢慢地移动到了电梯按钮处，按了1楼，电梯开始往上升了。按帖子里的说法，此刻我正在进入异世界。终于，电梯升到了10楼，还没等电梯门完全打开，我就早已做好了逃跑的准备。可我刚迈出电梯1步，一只冰冷的手搭在了我肩膀上。你要去哪？来不及多想，我一把推开了他，我慌忙从中跑了出来。当电梯门完全关上的那一刻，电梯里却传来了一阵阴森的笑声。我也没有在意，就着急地往厕所方向跑。可来到厕所后，我找遍了每个坑位，仍没有发现小圆。正当我纳闷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小夏，原来你在这！”这声音很明显是小圆。我兴奋地回头一看，果然是他，就忍不住要上前去给他个拥抱。但正当我想过去时，忽然手机响了，电话竟然是小圆打来的。电话那头的小圆很焦急：“小夏，你来了没有？”瞬间我陷入了恐惧中，那眼前的这个小圆是怎么回事？现实世界的那个小圆又是怎么回事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眼前的小圆就冲我笑着走来，我吓得慌忙逃出厕所。当我刚出厕所时，忽然撞到了一个人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小圆。此时我也分辨不出真假，就扒开他继续往前跑。可刚跑出去没几步，就听到后面传来了打斗声。回头一看，才发现2个小圆扭打起来。只见一个小圆手持拖把朝着另一个小圆打去，但那个小圆好像若无其事一样。这时，手持拖把的小圆忽然回头对我说：“别看热闹了，小夏，快来帮我！”我瞬间意识到，这个手持拖把的小圆才是真的。终于，在我和小圆的努力下，顽强的假小圆还是倒了下去。小圆见我累得气喘吁吁，就问道：“小夏，你没事吧？”“哎，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危险，就不该让你也过来的，对不起了。”“没事儿，找到你就好。”拥抱后，彼此心中的恐惧逐渐退散了不少。回到异世界的宿舍后，小圆就和我说起了遭遇。异世界太危险了，咱们还是趁早离开这吧。万一那个假小圆醒了，咱们怕是都活不成。不会吧，他应该短时间醒不了。你可别忘了，这个异世界还有另一个我呢。他要是也突然回来了，咱俩也危险。放心吧，他现在也睡得正香呢。难道你已经遇到了异世界的我了？他点了点头。对了，你男朋友小帅呢？不是跟你一块来了吗？说到这儿，只见小圆叹了一口气，突然哭了出来。原来，当小圆和她男友乘电梯到达5层时，那女人就上了电梯。从她进电梯的那一刻起，小圆2人就明显感觉到阴冷了许多。小帅吓得紧紧贴在电梯边缘。紧接着，电梯很快来到了10楼。忽然，小帅一把将小圆推向了那女人，自己飞快地跑出了电梯。那女人将头紧紧贴近小圆，说了句：“你要去哪？”小圆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惊慌的她连滚带爬的终于逃出了电梯，一直跑到走廊厕所才停了下来。那女人也没有追上来，但她并没有为自己的顺利逃脱感到庆幸，反而因为小帅的抛弃觉得很寒心。于是她就准备自己一个人回到原来的世界，但走了一半才忽然想到自己并没有把这个游戏当回事，所以并不知道回去的方法。无奈的她只能悄悄地躲进厕所里，准备搜索下回去的方法。但因为这里是异世界，所以根本上不了网，这才尝试着给我打电话。但幸运的是真的打通了。可没过多久，她却听到了厕所门外有人喊自己，那声音很明显是我的。但小圆知道真正的我此刻还在原来的世界，眼前的小夏绝对是异世界的，就没敢回应。可
可门外的小夏正一个个门找过来，最后还是开到了小袁所在坑位的门。小袁在惊吓之余，拿起了旁边的扫把，经过一番激烈搏斗后，贾小夏倒了下去。为防止被异世界其他人发现，小袁就拖着贾小夏藏在了楼道。恰巧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听到厕所的声音，再然后就碰到了我。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随后我俩便来到了电梯口，准备回到原来的世界。按照帖子上的方法，我们按步骤操作着。可当经过8楼时，却从电梯外传来了吼叫声，那声音很明显是异世界的贾小夏发出的。看来他醒了。当电梯来到10楼后，门刚一打开，突然就进来了一个人，这人正是小帅。小袁见后顿时一惊，正想说话，却忽然把脸转过去，但眼前的小帅却甚是狼狈。可能小袁出于怜悯，竟然走了过去安慰起小帅。可小帅突然惊恐地盯着电梯门，慌忙说：“快快关上电梯！”我就赶紧关上了电梯门，接着来到了5楼，心想着终于又到了惊心动魄的时刻。随着电梯门的打开，我们心跳不断加快。我再三嘱咐小袁他们，电梯开门后千万不要看那女人，更不要和她说话。但电梯门开后，等了些许还没见有人上来，我就慌忙按起了关门按钮。但此时门好似失灵了，我努力地按着，但门仍然没关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忽然吹来了一阵冷风，我们猛地一哆嗦。随后我隐约看到有个穿红衣的女子正快速地朝这边飘来，眼看那女人越来越近。此时的我心中百般无奈，寻思这下绝对完了。可正这时，忽然小帅的手伸过来，按上了关门按钮，门竟然奇迹般地关上了。门外那女人刚准备进来，就被卡在了门外。这时电梯显示正在下降，由此可见，我们正在返回原来世界的路上。小夏，我们现在这是要回去了吗？应该是。你们记住，等到了1楼电梯门打开时，咱们要立马就冲出去，千万别停留。终于门开了，我们有惊无险地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只是让我不理解的是，小袁最后还是和小帅和好了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，你会怎么办？昨晚蒙面男的样子历历在目，但所有有关他发来的消息又一次全都消失，查不到任何踪迹。保安发现我时，也只看到了我一个人倒在卫生间门口不省人事。我把我的疑惑跟2位警察说了，我怀疑坏人就住在我家楼上。警察对视之后看了我一眼，你住进这个小区的时候，没有仔细了解一下小区吗？你楼上那套房子是没人住的，这个我们已经确认过了。了解什么？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此时李文的电话打了进来，问我昨晚休息的好不好。当他得知我昨晚又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后，几乎咆哮了起来。他让我赶紧搬到新房去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这里了。你今天才告诉我你住哪个小区，你早跟我讲，我都不会让你住在这里。李文絮絮叨叨跟我讲了很多，我才知道刚刚警察看我的眼神是什么意思。原来我住的这个小区被称为风水绝佳，所以这楼里1/3的房子买来放了骨灰盒，而我楼上那间就是。除了清明和忌日，平时不会有人来。我从不在网络搜寻任何信息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我想到前天晚上贴在窗户上那张惨白的脸，瞬间变了脸色。我肯定不敢再回小区。最终我听从了李文的建议，搬到了新房。新房是这座城市治安很好的小区。我洗了个热水澡，躺在床上。由于这2天特别折腾，我很快就睡了过去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，但是半夜我再次醒了过来，手机的屏幕好像感应到我醒了，突然就亮了起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屏幕上显示一条未读短信，还是那个号码。我心里非常抗拒打开信息，可鬼使神差的，我还是把手机拿了起来。打开信息只有4个字，找到你了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，右侧传来了清晰的呼吸声，我身边有人。转头看去，那个戴着黑色头套的怪人赫然就站在阳台前，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小杰，找到你了。这声音这么熟悉，我看着他慢慢摘掉了自己的面罩，赫然是我那出差好几天的男友李文。他面色苍白，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，此时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魔鬼。怎么了，小杰？是我吓到你了吗？他慢慢向我靠近，我慢慢后退，一直退到门边，想打开门冲出去。然而此刻，卧室房门被砸响，就如同前几天晚上一样，但我没有停下。门外纵然是洪水猛兽，也好过眼前这个恶魔般的男人。我猛地拉开了门，门外的一幕却让我吓得差点魂飞魄散。只见一个男人正挥着拳头，一下一下朝着地上的女人，女人蜷缩在地上，痛苦的哀嚎。他的眼神朝我看来，我看着他微张着嘴，似乎想朝我说着什么，明明没有声音发出，但我却清晰的知道他说的是：杰儿，躲好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女人开始还垂死挣扎，但很快就没了声息。他死了，我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我的面前。此时的我泪流满面，顾不得擦眼泪，死死捂着嘴盯着这一幕。这时那个男人突然抬起头，疯狂的笑着，哈哈哈，你活该。我惊诧地盯着他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那个声音我无比熟悉。随后我便昏死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突然醒了过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浑身已经被汗水浸湿，阳光透射了进来。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我逐渐冷静了下来。我想起来了，全都想起来了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并偷拍了你的照片，你会怎么办？
此时的我躲在小房间内，正当我以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，手机又震动了起来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的冷汗瞬间喷涌而出。小房间我没有放任何东西，如果有人我肯定能发现，而且这是7楼啊，总不至于。正想着，我僵直着身体缓缓转过头去，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个什么东西。定睛一看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着玻璃盯着我。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我都不相信人真的会被吓晕过去。我是被警察的叫门声惊醒的。在查看现场调取监控，并且走访邻居之后，他们给了我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结果：我的家中没有任何人来过的痕迹，没有照片，没有短信，连同那个陌生的号码一起在我的手机上消失。窗外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惨白的脸，也没有邻居听到昨晚的砸门声。这些证据似乎都证明我昨晚经历的一切是假的，连我自己都变得不确定起来。因为被警察的敲门声惊醒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正睡在主卧室的床上。可如果是梦，我为什么会报警呢？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文，李文是我的男朋友，他工作很忙，已经出差10几天了。他听了事情的经过，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沉思了片刻之后，我怀疑根本就没人进你的房间，你找找看会不会有人在你的卧室里安装了隐形监控。我觉得李文说的有道理，我也听说过有个别租客为了寻求刺激，在退房后会在房子里留下针孔摄像头，观看下一任租客的生活。也有人会保留钥匙，知道是独居女性，就会趁夜深人静时潜入屋内，挂断电话。我在卧室里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，但搜遍了整个屋子都没有找到摄像头。我坐在床边回忆，如果我屋子里没人，那昨晚衣柜里的光怎么解释？可如果他进来了，为什么警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？到最后，好像除了做梦，在梦游中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我也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。李文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：小杰，你去咱家婚房里住吧。我有些迟疑，虽说我俩关系很好，但是毕竟还没结婚。李文也听出了我的迟疑，不行的话你就住几天宾馆，那里相对安全一些。住宾馆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我怕他担心，所以嘴上答应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拨通了房东的电话，征得了房东的同意后换了锁。我又亲自去物业看了监控，确定一无所获后，就跑去商场买了几个充电宝回家充电。回到家已经到了下午，精神疲惫让我躺在床上直接睡着了。没想到醒来时天已经快黑了。我做了一番充足准备，反锁大门，反锁窗户，把充电式小台灯放在了床头。9点半，我准时拉下了电闸。摄像头需要连接电源，如果卧室里真的装了监控，切断电源，对方就无法知晓我的举动了。夜晚仿佛格外的漫长，我静静地坐在床上，心存侥幸，昨晚的一切万一真的只是一场梦呢？不知过了多久，熟悉的震动声响了起来，我浑身汗毛炸起，差点把手机丢了出去。果然又是那个号码。他又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看着那张照片，我面如死灰。照片中的我坐在床上，低头看着手机，屏幕的幽光映着我的脸。这不可能，要拍出这样一张照片，除非拍照的人站在我的正前方。可我一直坐在床上，根本就没看到人。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？难道在我没检查到的地方藏着摄像头？电源没连接在我家，不是我家的电源，那会不会是楼上？我抬头望向天花板，如果是楼上，有些事情就说得通了，例如窗外那张惨白的脸，可能是楼上用绳子掉下来的假人，例如监控没有拍摄到进出单元楼的可疑人员，因为他本来就住在这栋楼里。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，感觉自己似乎接近了真相。可就在这时，屋子里忽然陷入了黑暗，台灯熄灭了，没电了。不可能吧，这种充电式小台灯用电量极少，1个小时之前我看过，电量还是满格的，可能是坏了。我正准备打开手机手电筒去检查一下时，手机又震动起来，一条信息跃入眼帘。黑暗似乎更有趣，恐惧像一条毒蛇猛地扼住我的咽喉。我蹭地站起来，3步并作2步冲到门口，拉开门跑了出去，生怕跑慢1步会有一双大手突然从床底伸出，抓住我的脚腕，把我拉进去。我没敢回头看，可我知道我卧室的床下藏了一个人。如果你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，而那个人半夜来找你，扬言要杀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安警官发来消息说，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穿黑色雨衣，身上还有刀，我们在小区门口了，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。太好了，心总算放下来了。缓了一会儿，开门准备下楼，在等电梯的时候，奇怪的声音从楼梯间传出，呵呵，可能今天神经过于紧张了，我没太多在意，径直走进电梯，心里也在想着幸亏安警官来得及时，否则不知道会发生多可怕的事。走出楼道那一刻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因为不远处的小区门口并没有人。我赶忙拿出手机给安警官发消息，消息打了一半，安警官突然回了一句，嘿嘿，你出来了，心里咯噔一下。而年久失修的灯此刻也散发着昏暗的灯光，时亮时灭，平常再熟悉不过的景物，此刻在我眼里分外恐怖，甚至每一处光线照不到的地方都有可能藏着这个握着刀的疯子。怎么办？我该回家还是跑出去求救呢？突然，余光瞟到了距离我5米不到的地方，站着一个人，他就在楼道口，身穿黑色雨衣，头戴棒球帽，脸上遮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而那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感觉浑身冰凉，我啊一声叫了出来，只想尽快地甩掉他，使出全身力气奔逃。果不其然，他也立刻跟了上来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看到不远处的保安室，呼喊地跑过去，但透过玻璃我清楚地看到保安小哥也倒在了血泊中，他把保安小哥杀了。我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，我得赶快拐出小区，然后一口气甩掉他，继续拔腿猛跑，根本不敢回头看。我大口喘着气，感觉肺要炸了，仍旧不敢停下，因为我们这里是小县城，大家很早都关灯休息，所以我接连着拐了几条街区也没遇到人。回头望去，夜色浓重的街道下，那个穿着雨衣的疯子早就不见了。甩掉了吗？
正当我长舒一口气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跑什么？”我吓了一大跳，回头看，立刻松了一口气，是一名民警，应该是正在巡逻。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迅速把今晚的经历和警察描述着。我被带到警局做着笔录，随后才了解到警局里从来没收到过我的报警电话，所以说之前我在家报警，添加安警官微信都是假的。全是那一个变态的自导自演，我一直都在他的控制下，包括当时他砸我家门，当我在门眼看到他与安警官沟通的时候，他消失了。其实就是他一直在回复我的消息，他享受的就是这种掌控的快感。通过监控，很快警察把他带了回来。除掉口罩的他是个非常陌生的面孔，他叫郑杰，是我们区的一名快递员。本身自学过网络安全技术的他，通过我家里 WiFi 操控了我的手机，所以我电话也打不出去，消息也发不进来。警察还在他家发现了一本日记。10月5号，自从小西部直播后，他的状态好像好一些了，真希望他能好起来。再看到他的笑容。10月8号，小西今天走了，如果我早点知道你的痛苦该多好。是那些对你恶言相向的人害了你。10月10号，小西，我决定为你报仇，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由于我在网上恶语相向，更加刺激到他有了想杀掉我的想法，并且因为工作原因，保安小哥长期对他的辱骂也让他无法忍受。而在网络中，总有一群人不现身份藏在屏幕后，在他人身上毫无顾忌倾泻着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一边津津有味的吃瓜看戏，一边戾气满满的发表评论。即使不明真相，但总要推波助澜。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？你相不相信？也许你曾在网络里杀死过陌生人。深夜我刷视频，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，我打了一大段话骂了个爽后，对方却不说话了。他沉默半晌，缓缓打出一句话：“嘿嘿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你。”我刚想笑，微信却突然弹出一个完全陌生的头像，他发来的消息竟然是我家的地址定位，我的心咯噔一下，连忙回复：“神经病，你他妈谁啊？”对方却不再理睬我，我盯着手机许久不见回复，心情稍微平缓了一点，应该是巧合吧，也许只是发错人了而已。但突然收到陌生人发来的定位，居然还是自己的住址，属实让我心里有些发毛。一片漆黑的头像，没有备注，网名是一个骷髅头的表情，怪瘆人的。回忆许久，我怎么都想不起来这人到底是谁，直接删了算了，按下确定键。我端起手机继续刷视频，刚点进一个美女的直播间，屏幕上方又弹出微信消息，我点进去一看，心里顿时一惊，又是这个熟悉的黑色头像。他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是空无一人的公交车厢，没有开灯，黑乎乎的，只有正前方的 LED 滚动灯牌散发着微弱的红色光芒。我的目光瞬间被灯牌上的滚动字吸引住了。303路夜班，南江绿湖公园紫荆花苑小区。这趟夜班车的终点站正是我所居住的小区。什么意思？他要来我这里？我不是明明已经把他删掉了吗？心跳加速，我感到事情的不对。这时我的余光注意到一处细节，照片的右下角露出了拍照者的半截手，虽然光线很暗，但依然能依稀辨认出有个长条形的东西被他握在手里。下一秒看清后，我后背冒出了冷汗，那是一把刀。我去你大爷的！你他妈谁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吼着脏话，连文字带语音发出去好几条，对方却再次沉默。等了半天不见回复，我坐不住了，从被窝里爬起来，拨开窗台边的窗帘，朝楼下看了一眼。寂静的夜间马路，只有昏暗的路灯，别说是公交车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质，对方仅用一张黑漆巴糊的照片就把我吓成这样，实在是太蠢了。可心里却抑制不住地恐慌起来，迈步钻进厨房。我从厨具架上拿下一把菜刀，口中振振有词道：“你要真敢来，老子就叫你知道什么叫有去无回，谁怕谁！”就像听到我的话一样，手机叮咚一响，铃声弹出消息，又是这个黑色头像。他再次发来一张照片，仍然是那个昏暗的公交车厢，镜头正对着滚动字灯牌。再有3站就到紫荆花苑了，他离我越来越近了。妈的，还真是个疯子！我的心猛地吊起来，2步窜到客厅，把大门反锁上，然后拿出手机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喂，警察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要杀我，他在来的路上了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刀。这种情况我们算作恐吓威胁处理，你关紧门窗，保护好自身安全。如果他真的来了，我们会出警对其抓捕。听筒里接警员沉稳的声音，慢慢抚平了我内心的恐慌。随后，接警员记录下来我的所在地址，并让我添加安警官的微信，把嫌疑人恐吓威胁的聊天记录发给他，以作证据。小兄弟不要怕，他要是真敢来，我们5分钟之内就会赶到。添加了安警官的微信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把黑头像发我的消息全部转发过去，包括他本人的微信号，总共就是这些。麻烦安警官了。几秒后，对方却发来几个问号，并说：“你什么都没发呀？”啊！我的呼吸变得急促，连忙又截了几张图，转发了他的所有消息过去。可安警官的回复让我坠入了绝望，我什么都没收到，微信号也查无此人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和他有关的消息和截图都没办法发送给别人？我反复试了好几次，每次都是一样。安警官发来他那边的界面截图，确实只有我的对话气泡，就好有一张无形的网，把黑色头像有关的信息全部过滤隔绝了。如果说刚刚只是害怕被杀，那么现在已经变成对超自然情况的恐惧了。妈的，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仅删都删不掉，连截图都发不出去。我的睡衣被冷汗浸湿，止不住的给安警官发送消息，想说明现在奇怪的情况。别怕，应该是网络原因，你做好个人防范，把门窗关紧，有动静直接报警。输入框里的文字打了又删，我思考良久，尽可能让我冷静下来。叮咚，突兀的消息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无比刺耳，指尖微微发抖，很可能又是那个人发来的。我甚至不太敢看了。果然，点进去依然是一张照片，图中的场景不再是公交车，而是变成了一栋楼房，拍摄角度正对着单元大门，门玻璃上映现出一个模糊而黑暗的影子。这栋楼我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这就是我所居住的单元楼。没想到这疯子这么快就到了。下一秒，他发来一句话：“嘿嘿，我来杀你了。”深夜，卧室的门把手被人不断的拧动。初初，你开门！刚刚我收到一个关于云泽更重要的消息，你让我进来。门把手被人拧动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蒋洁的语气越来越焦急。让我进来，白初！我害怕地躲到云泽怀里，然后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。
这股血腥味是从云泽身上传来的，和一股香味混在了一起，让我有点作呕。我缓缓松开了云泽，抬头看向他，为什么今晚突然喷了香水？云泽看着我，无奈地说道：“我确实是为了掩盖身上的血腥味，不过不是蒋杰说的那样。白初，你相信我吗？”我看着云泽的眼睛，那是一双眼型非常温柔的眼睛，微微下垂。你身上怎么会有血腥味？我冷静地问道。云泽叹了口气，向我展示了他的手臂。我这才发现他的手臂上竟然有一道长长的伤口，这道伤口上面贴了创口贴，但依旧有淡淡的血迹从上面渗了出来。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个小猫卡在缝隙里了，抓它的时候被它抓伤了。云泽淡淡地说道。这听上去非常像云泽的作风。云泽就是那种十分心软，看见路边的流浪动物都会投喂的性格。我觉得我简直是一个不称职的女朋友，哪怕云泽跟我解释了半天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依旧是撕开他的创口贴，确实是动物抓伤的痕迹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十分抱歉地看着云泽。云泽，对不起，我太忙了，所以没有注意到你的伤。云泽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温柔地笑着看着我。门外的蒋杰应该听到了云泽的声音，他转动门把手的速度越来越激烈。初初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云泽的话。云泽，你他妈真的是一个人渣！他手上的伤口根本就不是猫抓伤的，是那个老太太。云泽撵了他3次之后，下车去看他到底死了没有。那老太太还剩最后一口气，就死死地抓住云泽。初初，你不是警察，你真的能分辨得出人和动物抓伤的区别吗？外头的蒋杰越说越激动，开始疯狂用刀在门上刺了起来。蒋杰的话让我对云泽又开始升起了一点怀疑，但只是一点。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5分钟。我开口道：“蒋杰，我们都冷静一下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还有15分钟就会过来。”外头的声音戛然而止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蒋杰嘶哑到极点的声音响起：“白初，你为什么要报警？”这句话让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蒋杰，你真的杀死了那个老人？我的声音充满了寒意。我认识的蒋杰就像一个小太阳，温暖着身边的人。我没有，是云泽。外头传来蒋杰的吼声：“你不能让警察进来，你不能！”我不想与蒋杰多说什么，冷静地等待警察的到来。云泽坐在我旁边，握住了我的手。突然，我看见衣柜开了一条缝隙。衣柜一直放在房间里，里面放着的是我和云泽冬天的衣服。我至少有1个月没有打开这个衣柜了。此时，我的眼睛余光看见衣柜的那个缝隙里有一双惨白的脚，我的心脏剧烈跳动了起来。我缓缓抽出了我的手，不自觉地离云泽远了一点。此时，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2分钟，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释放着寒气。我手指紧紧地蜷缩在一起。云泽，衣柜里是什么？说完，我死死地盯着云泽的表情。云泽似乎早就意识到我会问这个问题，他站了起来，没有丝毫隐瞒地拉开了衣柜的门。衣柜里放着一具人体模型，刚刚我看到的那双惨白的脚正是这具人体模型，但我的紧张却丝毫没有缓解。我的男友为什么会瞒着我在衣柜里藏着一个人体模型？云泽解释道：“初初，还记得我上周接了一个凶杀案的官司吗？这个官司我听云泽说过，一个男孩被判定杀人，但男孩却坚持声称自己没有杀人。男孩找到了云泽，要求他为自己辩护。”云泽继续说道：“所有人都认为那男孩杀了人，包括警察，但是我不这么认为，我相信他没有杀人。这人体模型是我用来做凶案模拟的。”云泽的表情一如既往的真诚，就像我当初与他相遇一样。他在一个地铁站里扶起了不小心崴到脚的我。我选择了相信云泽。此时距离警察到来还有8分钟，只要再坚持8分钟，真相就大白了。外头的蒋杰似乎放弃了破门而入，但他随之而来的话却让我再次沉思了起来。白初，你真的了解云泽吗？我和云泽谈恋爱这1年，我对他的工作了解很少，更没有他同事的联系方式。现在想起来，云泽从未带我见过任何朋友。云泽是一个孤儿，没有父母。他一直在孤儿院长大，然后靠着自己的实力通过了法考，又一步步从实习律师到了现在的金牌律师。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云泽，也很庆幸我有一位长相工作都上乘的男友。我们3观更是契合无比。人的感情是很自私的，虽然我和蒋杰有10来年的感情，但我依旧选择相信了云泽。初初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我，我现在就把证据发给你。云泽他一直在欺骗你。蒋杰愤怒地说道。我的微信响了好几下，蒋杰把所谓的证据发给了我。我抬头看云泽，云泽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。我看到他的手放在了睡衣的口袋里，那里凸起了一个形状。我的嘴唇哆嗦了几下，脚步缓缓地朝着门边靠近。我一边注视云泽的举动，一边看了眼微信。嘘，别出声，楼下有人。我睡得正熟的时候，男友突然捂住了我的嘴巴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他在黑暗中恐惧的双眼。他的手紧紧地捂住我，手心很湿，看得出他非常紧张。我看了眼床边的闹钟，现在是凌晨1点半。我们住的是复式公寓，房门是统一的密码锁，楼下大厅有保安24小时守着。但现在男友却告诉我楼下有人，房间的门依然紧闭着，却没有上锁。我看到从房门底下的缝隙里透出来了一丝光亮。我们习惯很好，而且都有一点强迫症，睡前会反复检查楼下的灯是否忘记关了。临睡前我还特意看了一遍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灯是我亲自关掉的。而现在楼下有一个人打开了灯，是小偷？不，小偷不会这么堂而皇之的开灯，莫非是入室抢劫犯，或者是连环杀人犯？我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念头。男友压低声音告诉我，他要去锁门，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房门的钥匙是插在锁眼上的，要锁门必须要先把门打开，然后拿进钥匙再锁上，这不可避免的会发出一点声音。我紧张的冷汗都冒出来了。当然我在第一时间就报了警，通过短信的方式，警察很快就回复我了，他们已经往这边赶来的，但是需要半个小时。
这间公寓是我和男友租来的，我们没有家物业微信，也没有楼下保安的电话。这半小时，很可能我男友开了门之后，楼下那人就察觉到了。半小时足够他把我们2个杀死。我拉住了男友的手，满脸都是惊慌。男友也很紧张，他嘴唇都在哆嗦着，但是还是安抚性的拍了拍我的手。我看着男友小心翼翼地往门边走去，他先是趴在门缝下往外看了一眼，然后对我摇了摇头，用口型告诉我现在走廊上没人。我没有松一口气，整个人背都绷得直直的，竖起耳朵听着楼下的一举一动。楼下传来了轻微的响声，那声音听上去很奇怪，就像是用指甲在挠什么的声音。再然后是行李箱拉链被拉开的声音，楼下那人在翻找行李箱。男友开了门，迅速地抽出钥匙，然后关上门锁上。我们俩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发出了一点声音。我只能拼命祈祷楼下那人没有听到，但是很可惜，他似乎听到了，因为我们听到了上楼的声音，哒哒哒，脚步声很沉重，应该是个男人。我看了眼时间，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5分钟，而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朋友和认识的邻居可以帮忙。男友为了以防万一，让我藏在了床底下。我拿着手机，浑身发抖地钻了进去。此时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0分钟，而我们都清晰地听到那个脚步声戛然而止，仿佛停在了门口。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，额头冷汗不断地流下。这时门口响起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声音，出出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从精神紧绷一下子松懈了下来。这声音我非常熟悉，是我的最好的男性朋友蒋杰的声音。他是一名交警。蒋杰作为我的朋友，和我以及男友都认识。之前我家猫还没送人的时候，蒋杰经常在我们出差的时候帮我们喂猫，因此他也知道我们家的密码。虽然不知道蒋杰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不打招呼的过来，但我紧提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我正准备从床底下钻出来的时候，就听到蒋杰语气十分凝重地说道：“初初，云泽在房间里吗？”云泽是我男友的名字。我刚要开口回答，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，捂住了我的嘴巴。是云泽。此时他的表情十分的异样，对我摇了摇头。我听到蒋杰继续说道：“初初，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好了。如果云泽回来，你一定不要让他进来，马上报警。”我愣住了，下意识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蒋杰沉重地说道：“刚刚北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逃逸案，受害人是一个60岁的老人，肇事者不小心撞伤他之后，非常恶劣地碾压了3次，造成老人死亡。我刚刚看了监控，肇事者是云泽。云泽骑车逃跑了，我猜想他也许回家了。”我整个身子都冰冷了下来，我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云泽，这个向来非常温和的男人。他是温和的陆律师，是路上碰到生命垂危的流浪汉都亲自给他做人工呼吸的男人。我怎么都不相信云泽会肇事逃逸，还会如此残忍地活活将一个60岁老人碾压致死。可是蒋杰也没必要骗我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在认识云泽之前，我有困难的时候，是蒋杰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。我呼吸急促地看着云泽，眼神迫切地向他求证。云泽叹了口气，伸手想摸我的脑袋，却被我躲开了。他沉默着在手机上打下一段话：“初初，你相信我，杀害老人的不是我，是蒋杰。当时我看到了蒋杰的车牌，我没有选择报警，是想要给他一个机会。现在想来，蒋杰当时便发现了我，他是过来杀人灭口的。”这段话让我再次迷惑了起来，一时间我不知道该相信云泽还是蒋杰，但心理上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云泽。我冷静下来，想起了之前听到的行李箱被拉开的声音。经常出差的我，习惯性的在行李箱里放着一把水果刀，用来削水果。这个习惯，蒋杰和云泽都一清二楚。为什么蒋杰要拿一把刀上来？难道真的如云泽所说，蒋杰是过来杀人灭口的？